觉醒来，发现自己穿成了古代老鸨时，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所有人召集在一起，当众宣布了让他们惊掉下巴的话：从今以后，怡红院的姑娘只卖艺不卖身。记住，往后你们的工作是表演，不是勾引男人、讨好男人。最后，你们的月银从以前的固定式额改成保底加称成的模式。那分成呢？分成就是每个月咱们怡红院赚的钱，我会拿出一部分来当奖金，按你们的表现分给大家。简单说，就是院里赚得多，你们也能拿得多。念姐，那我们龟公还有后厨的厨娘也能这样算月银不？能，你们的计算方式跟姑娘们一样，但保底会少一点。毕竟咱们楼里赚钱的主力是姑娘们，不能让他们觉得不公平，对吧？还有，以后别再叫自己龟公了，你以后就是大堂经理，管着院里的日常杂事儿，懂吗？哎，我知道了，念姐，我以后就是大堂经理了。念姐，那我们的保顶以后会一直不变吗？当然不会，以后每个月的保顶会按你们当月的人气排名来定，表现越好，保底越高，最低也不会低于5两。至于卖艺不卖身这一条，休业整顿的这几日，你们慢慢就懂了。明儿一早都到大堂集合，咱们开始训练，先散了吧。几位婶子，咱们楼里想留住客，吃食是重中之重，半点马虎不得。念姐，我们几个就是粗手笨脚的，只会做些寻常菜式。没事，我教你们。我这儿有几道改良点心的方子，还有配茶的小菜做法，你们仔细记。今天就到这儿，你们也早点歇着。花月楼这半年抢尽了客源，想彻底改造大堂，还得等新方案赚到银子再说。这几日辛苦大家早起，等正式营业了，我给你们排休，每7日歇2天。念姐，我们不用休息的。你上辈子是数钱串子的，这辈子怎么满脑子都是银子？放心，休息不扣月金。好了，不闹了，今日先教你们怎么遮脸上的瑕疵。婉晴，你眼下有点青，用这个浅杏色的粉盖一盖，再扫点淡粉，看着就精神多了。浅醉，你现在这模样比花月楼的花魁还俏呢。就你嘴甜。原主的记忆里，这些姑娘大多是被拐来的良家女子，身不由己罢了。以前她们没得选，以后我想让她们靠自己的本事吃饭，活得开心点。怎么样，是不是以为来了新姑娘？这都是念姐的本事，就涂涂抹抹一阵，比以前好看10倍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夕是何年？去，让英丁停下。念姐，客人们都在门口了，怎么还让英丁停啊？听我的就是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才最勾人胃口。各位公子，今日怡红院重开，听歌赏曲一律8折。敢问这8折是何意？还好没叫我妈妈。8折就是原本1两银子的花费，今日只收8钱。有趣，那不知今日进门听曲要花多少银子？念姐这按位置定价的法子也太冒险了，可看她这镇定的模样，我还是别多嘴。大堂卡座1位1两银，雅座1位2两银，附赠本店小菜1碟。雅间最低消费50两银，送小菜2碟，女儿红1壶。卡座才1两银，比盛京所有青楼都便宜。让，我先来的。多久没见这么多银子了？接下来就交给你了，大堂经理。念姐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以前接客都没这么紧张过，如今只是坐着唱歌，怎么反倒怕成这样？要是紧张就深呼吸，想着台下的人都是木桩子。卖艺不卖身，我是来表演的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小女英宁献丑了，这可不是我要的效果。多谢各位公子赏脸来怡红院听曲，但今日起，怡红院经过改草，不再提供客人留宿服务，还望诸位海涵。
开青楼还卖艺不卖身，这跟当了表的立牌坊有什么两样？就是，要是只听曲儿哪儿不能听，非得凑你这怡红院的热闹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这几张脸生得很，不像是方才我亲自迎进门的客人，倒像是别家用银子雇来搅局的。花月楼怕不是见怡红院重开有人气，想趁机毁了我们的名声。可诸位不还是进门听了这曲儿？若真觉得不值，又何必站在这儿浪费口舌？今日起，怡红院只卖艺不卖身。诸位若是想寻别的乐子，大可去花月楼。毕竟当初从怡红院走的那些姑娘，如今多半在那儿了。古往今来，寻花问柳总被人当出风流坏事，可在我看来，这4个字未必只有一层意思。寻花，寻的是能解心事的解语花，帮诸位消解胸中烦闷；问柳，问的是能宽心的消愁柳，替诸位化解心头疑窦。今日英能姑娘唱的水调歌头，诸位想必也听出了不同。若你们是来怡红院消愁解闷、听取赏艺的，我院大门永远为你们敞开；可若是来挑事捣乱的，我10念的地盘，能请人进来，自然也有本事把人请出去。阿福，把今日不满意的客人银子都退了，请他们离开。原以为会走80%，没想到竟有1半愿意留下，让诸位见笑了。接下来还有好曲儿，请各位慢慢赏。明日跟我去趟雅好。念姐，现在买人，怕是要花不少银子。不能等了，方才的闹剧你也看见了，这是古代，不是人人都讲规矩。我在圣经没权没势，想守住怡红院，就得有自己的人。当初那些姑娘走时交的赎金，我1分没动，如今正好用在刀刃上，这钱花得值。有点意思。若主子有兴趣，不如属下去将人请上来。别做多余的事，是属下逾越了。主子向来对这些风月场所的人没兴趣，今日竟对一个青楼老白动了兴致。这张脸瞧着有些眼熟，可搜遍原主的记忆，却没半点印象。这人身上的气势，绝非1楼那些普通客人能比。哼，说不定是个能抱的大腿，搏一搏，单车说不定就能变摩托。只要有贵人愿意护着怡红院，我后续的计划才能放开手脚。进。请坐。多年的经验告诉我，越是面对气场强的人，越不能露错。这位公子，不知今晚我院的曲儿可合您的心意？甚好。石老板特意来找我，总不会只是问曲儿好不好听吧？想往我身边凑的女人多了去了，可她是头一个让我瞧不透眼底心思的。眼里没有谄媚，只有一种冷静的目的感，倒是有趣。那玉佩水头足得很，近乎纯冰墨种，上面刻着的佛像脚下还飘着一抹灵动的绿花，一看就价值不菲。这人身份绝不简单。公子衣着不凡，气度出众，想必在圣僧颇有分量。我想跟公子谈一桩合作。愿闻其详。不知公子觉得我这怡红院有没有发展潜力？潜力不小，若能好好经营，把这儿变成个高雅去处，圣丁的达官富贵怕是都会分塔而至。我愿以怡红院30%的营收换公子护我院周全，如何？30%？我许兰香这辈子何曾去过这点银子？公子觉得30%少，我能理解。可若是我能让怡红院变成圣经独一份的地方呢？到时候这30%营收可比公子现在想的要多得多。倒是小瞧了这个女人，不仅有敢跟我谈条件的胆子，更有能看透长远的眼界。哦，你就这么有把握，能把怡红阁打造成圣监城独一份的去处？自然。若公子心中存疑，那1月之后便见分晓。若是连做大做强的底气都没有，我又何必主动找他谈合作？好，那我便给你1个月的时间。那便预祝我们日后合作愉快。
不知公子如何称呼？原以为他敢主动找我谈合作，定是早就知晓了我的身份，竟真的不认识我。许林昌，字千怀，南齐国姓是许，当今皇帝异母同胞的亲弟弟，那位战功赫赫的战神梁王，不就叫许兰三吗？民女不知王爷身份，方才多有冒犯，还望王爷恕罪。原本只想找个大腿撑场面，哪曾想直接抱上了最粗的金大腿。更没想到，梁王居然真的答应了我的条件。无妨，若你真有本事，想在本王手下做事，也不是不行。念姐，本王等着，看你如何为我建起一处闻名圣京的戏院。这一趟险是险了点儿，却赌对了。眼前这点银子不算大事，当务之急是怎么在1个月内把怡红院改成许兰枪眼中独一份的场所。当初在梁王面前夸下凯口时，只觉得胸有成竹，可真要落地执行，才发现时间紧，任务重，买人的事再也不能拖了。我今早还听见喜鹊在门口叫，原来是石妈妈您来照顾小人的生意，快里边请。别叫妈妈，叫我念姐就好。是，念姐，您今日是来买姑娘的吧？咱们牙行最近刚收了一批好货，模样周正，小人这就带您去瞧。今日不买姑娘，给我找些会拳脚的汉子。早听说怡红院的姑娘大半去了花月楼，还以为她是来补人的，没想到要找汉子。有，念姐这边请。咱们后院就关着些会拳脚的，都是结实能干的。哎呦，念姐，是小的疏忽了，这屋子常年关人，通风不好，您多担待。别废话了，把人带出来我瞧瞧。你们当中谁真通拳脚？回念姐，小的练过几年红拳，我会使棍，也会些擒拿手。这3个，除了这3个，其余的我都要。念姐大气，您真是爽快人。还有没有别的？只要是身强力壮、肯听话的，一并带出来。有，念姐您稍等，我这就您去叫人。15个人，开个价。念姐是爽快人，小的也不多要，350两。300两，多一文都没有。成，就300两。念姐您说了算。阿福，一会儿回到怡红院，让后厨的吴婶给他们置办2束衣裳，再让人烧些水给他们好好洗洗。念姐，您都花这么多银子买他们了，还让吴婶给他们做干净衣裳，烧热水洗澡，是不是太惯着他们了？以往怡红园人少，我是最机灵的，在念姐心里分量重得很。这15个人一来，我的地位怕是要被抢了。怎么，担心你这大堂经理的位置保不住了？小的才没有。行了，这群人以后都归你管，你得把我的吩咐如实传达下去，好好盯着他们。虽和阿福相处时间不长，但从原主的记忆里知道，阿福是个重情义的。当初怡红院最难记的时候，他都没走。这样的人值得信任。念姐，您说的是真的？他们都归我管？难不成还骗你？一会儿回了怡红院，我给你一份图纸，你去城里的木匠铺和铁匠铺问问，能不能照着做。都是改造大堂要用的物件，丝毫马虎不得。好嘞，念姐您放心，我保证办得妥妥当当。念一，去把阿福叫过来。是。虽然没有现代的灯光特效，但办法总比困难多。
最初想把姑娘们都打造成明星，可眼下世人戏子低贱的观念根深蒂固，只能慢慢来。先把怡红院改造成近代歌舞厅的模样，以表演试水。若是成了，再谋下一步。念姐，您找我，这是吴婶刚炸好的酥肉，让我给您尝尝鲜。味道不错，若是撒上些椒盐提味，风味定然更足。这张图你拿去给木匠师傅，问问他能不能照着做。好嘞，念姐，您放心，我这就去。这图上画的啥玩意儿？算了，念姐交代的事，问那么多干嘛？这种为目标奔走的感觉，像极了像上辈子做企业融资写规划书的时候，虽累，却满是成就感。找我有事，念姐。方才13回来报信，说花月楼也学着咱们的样子，让姑娘们唱曲儿揽客，咱们就这么看着吗？这本是您想出来的稀客啥子，如今被他们原样学了去。可我看您这几日忙到深夜，眼底都有了淡青，实在舍不得再让您费心。怎么，是你们对自己没信心，还是对我教的曲子没信心？当然不是，我就是气不过，凭什么您想出来的点子，他们说学就学？傻姑娘，商业竞争本就如此，但凡有新鲜事被流行，总会有同行跟风模仿，没什么稀奇的。而且我要做的，从来都不只是盘活怡红院。前世猝死在岗位上，这辈子既然重来了，就不想再任人摆布。我要凭自己的本事，一步步站到能掌控自己命运的顶峰。你信我吗？信。可花月楼，放心，有些东西他们学不来。琴箫管乐的师傅，我早已让人去访。至于我脑子里的法子，就算花月楼熟学一辈子，也学不完。更何况，从知道许龙操是梁王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没打算再盯着普克院。真正的目标是圣京城的权贵。对了，你最近练的曲子怎么样了？怡红院的经营由我盯着，不用你们操心。你们只要把曲子练扎实了，明白吗？花月楼能短时间内抢走那么多客人，背后必定有人撑腰。在和许兰烟的合作正式敲定前，犯不着跟对方硬碰硬。我练得差不多了。哦，那唱一段我听听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炊烟。曲调是对的，没半分差错，可总觉得少了点韵味。到底不是专业学过唱腔的人，气息和情感的拿捏始终差了点意思。等找到梨园老师傅，得让他们好好教姑娘们练声开喉。念姐，我唱的是不是不好？你已经尽力了，之后梨园师傅来了，会教你们练声开嗓，到时候可得好好学，做好心理准备。是，我一定好好学。去吧，今晚还要登台，再去练练。对了，让后厨去买些胖胖大海回来，你们天天唱曲儿，泡水喝能润润嗓子。花月楼明摆着要薅我的点子，虽跟浅醉说等等，但我也没打算真吃这个哑巴亏。眼下不能对花月楼动手，找点小麻烦总还是可以的，能办妥。能，念姐您放心，我一定办好。去吧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副经理，你找的这人真靠谱。当初我被卖到牙行时，全身家当也才值10两。念姐说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今儿算是彻底体会到了。念武，你这是质疑我这个大堂经理？我是经理，你是底下做事的，听我的准没错。方才那汉子是我早年认识的圣经地痞，最擅长干些搅局的活计。念姐吩咐的事儿，交给这人再合适不过。你知道老太太冯秀牌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，这叫手拿把掐，等着瞧。今晚咱们就去花月楼门口看戏。经过这几日的发酵，再加上花月楼的模仿，客人虽不算多，却比最初的鱼龙混杂清静了不少。
留下的多是盛京本地或外地来的公子哥，目的不是寻花问柳，而是来听取赏艺。欢迎各位公子今日来怡红院赏光。从今日起，我院要启用全新的观演模式，想必各位已经瞧见桌案上的节目单了。今晚共有6场表演，待所有节目结束后，各位可投票选出最喜欢的一场。卡座顾客每席1票，雅座每席2票，雅间每间3票。投票调结果明日5时会张贴在门前的热搜榜上。这榜单于表演次日更新，让全城都能瞧见最受欢迎的节目。这所谓的投票，不过是上辈子玩剩下的粉丝运营，先让这群公子哥养成为喜欢的表演买单的习惯，日后才有机会让整个盛京乃至整个王朝都成为我收割的对象。若不是小厮天天在我嘴边念叨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说怡红院的曲儿如何特别，我是绝不会踏进这种地方的。可真入了院，这里和我想的完全不同。不错，椒麻鲜香，酥脆外壳裹着嫩滑的肉，只一口便爱上了。不过一碟肉竟要500文。公子，这是我院赠给雅座客人的小食，若是喜欢，续一份只需500文。怡红院出品，必属精品，公子慢用，好好享受今夜的表演。别慌，就当台下的都是木桩子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。这词意境开阔，字句见风骨，能写出这般好词的，定是文学大家。真想见见这词的作者。少爷，怡红院现在规矩是卖艺不卖身。你懂什么？我惊讶的是这词，而非唱词的人。小女献丑了，以前那些男子的喜欢，不过是冲着我的身子，我的侍奉。可如今，这些人的眼里满是不掺半分情欲的欣赏，这种感觉真好。脱掉的衣服要如何重新穿回来，得靠姑娘们自己悟。我能做的，只是铺好路。这水调歌头，无论听多少遍，都觉得震撼。写词的人也太厉害了，不止词好，英宁姑娘的嗓子配着古筝，简直绝了。你们没注意到吗？刚才那束光也很特别，像真的月光似的。年姐，花月楼那边来信了。这里的场子你盯紧些，有急事随时让人去后院找我。我倒要看看阿福和念武折腾出的成果究竟如何。退银子，赶紧退银子！这鬼地方老子再也不来了！关掌柜，你这开的什么黑店？要是老子染上了，跟你没完！念姐，你快看，这事儿闹的！我原本只让那地痞去花月楼闹场，能搅黄几桌生意，败败对方名声就够了。没成想那汉子是个混不吝的，拿了银子不仅去寻欢，还当众嚷嚷自己得了暗疾，一口咬定是花月楼的姑娘不干净。更巧的是，他点的那个姑娘身子还真有隐疾。范妈妈起初还想狡辩，说那汉子是来碰瓷儿的，可架不住客人起哄，请了大夫。大夫一搭脉，当场就坐实了。听说了吧？花月楼的姑娘有暗疾，好几个客人都被传染了。走走走，这地方以后路过都得绕着走。开心是有几分，可更多的是一种复杂。花月楼遭难，说到底是范妈妈和背后势力贪得无厌，为了抢生意不择手段。可那个染了暗疾的姑娘也是个苦命人，
真是突然犯了圣母病。这世道本就残酷，那姑娘的苦，不是我一时心软就能改变的。走吧，别在这儿多待。要是被花月楼的人认出来，又是麻烦。宁姐，您就不担心那地痞把咱们供出来？担心什么？若花月楼的姑娘身子干净，咱们这招或许还会被反扑。可现在是范妈妈自己打了自己的脸，楼里姑娘确有隐疾，她第一时间要做的是捂住消息，保住花月楼的名声，哪还有功夫查是谁在背后搞鬼？不过谨慎些好。今晚若那地痞能脱身，你再给些银子，让他赶紧离开圣正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是念姐，我明白。若不是刚好那姑娘身有隐疾，这事儿说不定真会查到我头上。想想还真是后怕。他倒比我想的更果决。苍九，让苍七今晚去一趟花月楼附近，把那搅局的地痞送走，别让他留在圣经，给石念省麻烦。是，王爷。王爷向来对这些风月场所的人不屑一顾，如今竟为一个青楼老板娘出手善后，这事若是传出去，府里怕是没人敢信。你们当中就没一个人识得字？我也只认得几个简单的字，比他们好不了多少。这时候可千万别点名问我。行了，也不指望你们了。阿福，明日你去街上问问，有没有先生愿意来我院里教识字，不只教他们，你也得学。这恐怕不行啊，念姐，那些读书人最是清高，向来瞧不上咱们这种地方，哪会愿意来怡红院教书？那便换个法子，你明日去牙行，再买几个人回来，要会算数的，最好是当过账房掌柜的。让宁霜跟你一起去，他识得字，也懂些账目，能帮你把把关。是，念姐。青花瓷第一，英宁的《水调歌头》才排到第3。忘了，青花瓷可是周天王的经典，就算穿越到古代，这旋律和意境照样能打动人。看来以后倒是可以多拿出点现代的好曲子来。昨日请的梨园师傅该到了，得去看看教学情况。想不到如今青楼的姑娘也学起唱曲儿了，这是打算抢我们梨园的饭碗？哼，还真是什么钱都敢赚。景鹤，住嘴！我是来赚银子的，教他们开嗓练声也不算泄露梨园绝技，何必得罪雇主？这奸杂，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念姐吩咐过，先忍忍，学真本事要紧，不能给他惹麻烦。宋班主，我请你们来，是给银子让你们教姑娘们本事的，不是让你们来这儿肆意贬损人的。看来这银子宋班主是不打算赚了。大门在那边，慢走不送。不过是群青楼女子，还真把自己当台柱子了。我识念在圣经10几年，大小场子见得多了，还真没听过奸虾这个名号。所以你又是哪个犄角旮旯的小戏子，也敢来我怡红院撒野？千岁，你听过这名字吗？回念姐，别说名角，连这奸虾2字，我都是头一回听。怕是连梨园的小戏台都没轮上他唱主角吧？宋班主，您还是带着人走吧。我怡红院请师傅是来教本事的，不是来请祖宗的。是我管教无方，叨扰了，我们这就走。再去寻些靠谱的师傅，不用非找梨园的，只要懂唱腔、会教人的都行。是，念姐。以后再有人敢这么说话，不用忍，直接怼回去。
有我在，没人能欺负你们。还有，若是你们遇上了想托付终身的人，或是想离开这里过安稳日子，只要攒够了赎金，我立刻还你们自由身，绝不刁难。念姐，我在怡红院待了3年，宁肯每月只拿保底银子也不肯接客，原以为这辈子都要困在这楼里，如今竟能盼到自由2字。再哭，脸上的妆都花了，一会儿还怎么炼伤？就会打趣我。我原是江南一个员外的夫人，丈夫病逝后家道中落，带着襁褓中的女儿背井离乡，半路却被牙行拐了。若不是念姐听说我精通古筝，把我和女儿赎回来，如今怕是连命都没了。乔娘子起得这么早，念姐早，多谢念姐挂心，小女的病已经好多了，昨夜没再哭闹，那就好。这些曲子，你先和姑娘们琢磨着，有看不懂的地方，随时来问我。这些曲子的旋律和章法既新奇又精妙，比我以前见过的任何乐谱都要特别。有话就说，别憋在心里。你如今也是怡红园的人，真有难处，我能帮的，绝不推辞。念姐，我还有个弟弟叫乔张林，如今还被牙行扣着，您能不能发发善心，把他也赎出来？多大点事儿，至于下跪吗？今日宁霜和阿福要去牙行买账房，你跟他们一起去，把你弟弟赎出来就是。念姐，我还想求您一件事，能不能解了我弟弟的奴籍？他是个读书人，原本明年要考科举的，若是成了奴籍，这辈子就毁了。读书人，昨晚还在愁没人教那群汉子识字，这不就送上门了？解他的奴籍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念姐您说，只要我能做到，绝不推辞。不用那么紧张，让你弟弟留在这里2年，教念一他们15个汉子识字，在此期间我管他食宿，每月再给半两银子补贴。2年后，我不仅还他自由身，再额外送他20两银子做天头，如何？多谢念姐，多谢念姐，我弟弟肯定愿意。只盼着乔张林不是那种眼高于顶的酸儒，若是连教粗汉子识字都嫌掉价儿，那这桩买卖可就黄了。这群姑娘原本习惯了嗲声嗲气说话，唱曲也带着股黏腻劲儿。我教的明明都是上辈子跟歌王歌后学的真本事，绝对不是我的问题，肯定是现代方法跟古代抄香水土不如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念姐，心里咯噔一下。念姐，这位是林海生林老先生。林海生，这位可是当年盛中城响当的名角儿，唱昆曲一绝。只是后来听说眼睛瞎了，在之后就没了音讯，没想到竟落魄成这样。听闻姑娘要找人教唱曲儿，正是。若是能得林老先生指点，那是我们怡红院的福气。怡红院，想我当年在戏楼里何等风光，如今却要沦落到青楼教姑娘唱曲，真是造化弄人。可我如今眼瞎无益，连糊口都难，哪还有挑拣的余地？老夫答应你，但姑娘也得应老夫一个条件。老先生请讲。老夫无儿无女，眼下后更是无依无靠，只求100年之后，能有人给老夫摔个盆，送个钟。若是姑娘应了，往后老夫这条老命就归怡红院了。老先生的要求竟就这么简单，这有何难？老先生放心，往后您在怡红院吃穿用度我都包了，100年之后的后事我也一并安排妥当。原主当年10几岁闯圣地，没几年就站稳了脚，后来砸光积蓄开了这怡红院，虽不算大富大贵，但养一位老先生还是绰绰有余的。
多谢姑娘。念姐来了，是又有新菜式要试吗？吴婶儿，别叫我念姐了，叫我阿念就行。40多岁的婶子叫自己念姐，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。今日来是想跟你们说，最近辛苦你们了。从这个月起，你们的保底月银涨到3两，月底的分成也按最高比例算。3两？以前咱们每月才1两5，念姐，这太多了吧？阿念，这都是你们应得的。我还想问，你们这儿要不要添2个人？我瞧着你们实在忙不过来。要是能添2个人就好了，尤其是切菜、烧火的帮手，能省不少事儿。那这事就这么定了。明日你跟阿福去牙行挑人，挑2个手脚勤快、老实本分的。放心，添了新人，你们的月银也不会降。阿念，你放心，我肯定挑最好的人回来。刚才还想着多拿银子就别麻烦，现在才觉得阿念是真把我们当自己人疼。气沉丹田，舌尖抵住上颚，咬字再干脆些，不要拖尾音，那不是娇媚，是气虚。气沉丹田，字字归音。专业的事果然得交给专业的人。我那点皮毛还是别拿出来献丑了。进。念姐，人都给您带回来了。这是乔张林，乔娘子的弟弟。另外2位是从牙行挑的账房，一个叫张科元，一个叫杜元介，都是以前在商铺做过的。念姐，乔张林，你姐姐说你原本明年要考科举。回念姐，是，只是家中遭变，耽搁了。读过哪些书？可曾教过人识字？45经皆通，虽不曾正式教书，但帮同窗补过经义，教人识字，我想我能胜任。你们俩呢？回念姐，小的在城南杂货铺做过6年账房，流水、金小笋都说。小的做过4年，上一家是城东的布庄。阿福，先带他们下去歇着，给他们安排好住处。对了，明日你再陪吴婶去趟牙行，后厨还得添2个帮手。啊！哎，念姐，咱们还要买人啊？这几日买汉子，请师傅，赎账房，银子花得跟流水似的，我看着都心疼。怎么，心疼银子了？没有，念姐您说了算，我明日一早就陪吴婶去。这女人倒真有几分本事，不仅稳住了怡红园，还一步步搭起了班底。从账房到教书先生，连后厨的人手都考虑到了，条理分明得很。若是个男子，凭这份手腕和眼光，定能闯出一番大作为。今晚跟我去趟怡红阁，约定的日子过半了，我倒要瞧瞧他把那青楼改造成了什么模样。是。你看这天，怕是要下大雨了，今晚生意会不会受影响啊？念姐这几日花钱如流水，我生怕月底营收跟不上，白瞎了这份投入，咱们还指望多赚点银子赎身呢。你呀，就是瞎担心。念姐有办法让客人来。再说了，咱们现在的日子多好。念姐不苛待咱们，做事也舒心，就算慢些赎身，也比以前强100倍。我是真心觉得，跟着念姐做事，比以前做自由身时还自在。若是能一直留下，也挺好。有人来了，站好，微笑。狄公子，您来了，快请进，外面雨大。这怡红院竟是男子迎客，瞧着倒真不像以前的青楼，倒有几分正经场所的样子。3位公子，
今日天造，这是咱们院免费备的银耳糕，您几位先暖暖身子。尝尝他们家的吃食，味道绝了。确实清爽解腻。热搜榜呢？快带我去瞧瞧。昨日我可是把雅座的2票都投给了水调歌头。千里之外第1，水调歌头才第2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不服！你们是不是做假票了？这可是世家公子，我哪敢反驳？狄公子，您这话说的就见外了。咱们怡红院如今靠的就是名声吃饭，哪能做假票砸自己招牌？您要是不信，今晚再好好听听千里之外，说不定能听出不一样的味道。青楼居然还讲究名声，这怡红院是真的跟别的地方不一样。你身上还有多少银子？少爷，就这么多了，这是小的1个月的月钱。你出门怎么就带这么点儿？你们俩今日带了多少？借我先，咱们去雅间。今日我非得把3票都投给水调歌头，就不信赢不了。为一首词，至于吗？得了，跟本少爷出门还能让你们花钱？雅间我包了。你又怎么了？难不成还怕雅间不好？我是怕学艺你不喜欢水调歌头，到时候不投他。行，我保证，今晚一定投水歌头。好家伙，这就是念姐说的粉丝效应，也太吓人了。欢迎光临怡红院。这位可是梁王殿下，这小子居然敢用对普通客人的口气打招呼。这位公子我亲自接待，你去忙别的吧。你动作倒是挺快。能得王爷垂青，有合作的机会，民女岂敢怠慢？哦，本王倒想知道，你打算如何将这怡红院变成圣年城独一份的存在？若它只能带来些微薄营收，这合作便毫无意义。怡红院本是风月场所，往日客人们酒后吐真心还能探听些消息，如今他彻底改了规矩，只卖艺不卖身。我倒要看看他如何让这地方变得有用。王爷可认得那位公子？严中城的长子严将清。正是，这位严公子昨日来听曲时，无意间跟小厮提过一件事。他本约了常威将军府的公子一同来，可对方却没来。您猜为何？常威将军是。严公子说，他爹今日要在朝堂上参常威将军一本，两家既是政敌，自然不便再一同出入风月场所。今日早朝，严仲生确实弹劾了常威将军，两人还因边境粮草之事吵得不可开交。可这样一件看似寻常的小事，又有什么用？王爷可听过由点成线，由线成面？这些细碎的消息，就像桌上的点，单独看或许毫无意义，可若是把它们串联起来，比如严家与常家的矛盾，再结合前些日子常威将军府采购粮草的动静，是不是就能看出些端倪？这女人的心思竟细到了这种地步。她不是在被动等待消息，而是主动从客人的闲谈中捕捉做线索，再将这些线索编织成网。这份观察力和洞察力绝非寻常人能及，可惜是女子。若是男子，凭这份心智，定能成为我麾下不可多得的助力。花生遁入空门，折杀了世人。梦偏冷辗转一生，情债有几本？如你默认，生死苦等，苦等一圈又一圈的年轮。
好一句“苦等一圈年轮”，这词，这调，倒有几分意境。你的这些词曲，究竟从何而来？本王在圣丁听过无数曲子，却从未闻过这般新奇又动人的。这些曲子是另一个世界无数音乐人的心血，我不能冒领。王爷若是喜欢，民女这里还有许多，随时可让人给您送去。只是这些词曲并非民女所作，而是梦中所见所闻，醒来后凭着记忆记下的。我自然不信梦中所得这种说辞，可他不予明说，我也不打算追问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只要它能持续带来价值，这秘密便无关紧要。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。我听闻离人守着古城，真角木笛声落在那座月村，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。这镜头倒像是把全身力气都用上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陈碧的铁杆粉丝。看来你这新花样倒是真能留住客人。今日许龙敲的反应已然说明他对我的计划多了几分信任。再过几日，等热搜榜的热度再涨些，便可以进一步推进计划了。这词，这调，还有这布景，简直绝了，比梨园那些老调子新鲜百倍。以往只知听梨园唱曲，茶肆说书，今日才算开了眼。怡红院这卖艺不卖身，竟真卖出了新花样。弟兄，你素来爱琢磨诗词，可知这词曲是何人所作？若是能结识一番，也算一桩美事。你听这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虽写情爱，却藏着股家国沧桑，妙啊！前些日子来听水调精致楼时，满脑子都是词里的意境，竟忘了问作者是谁。嗨，这有何难？一会儿叫个酒供来问问便是，总不至于连作者都瞒着。阿谦，去寻个酒室来，就说本公子有些话要问。是，少爷。来怡红院前，我满心都是担忧。姐姐曾经虽不算什么大户人家的主母，在当地却也是有头有脸的夫人。如今要在青楼谋生，我总怕她会受委屈，甚至动过哪怕多做几年活，也要赎姐姐出去的念头。娘亲弹琴。姐姐不是在谋生，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。而怡红院也根本不是我想象中那种藏污纳垢的地方，这里的表演是真正的艺术，是能让姐姐找回自己的地方。这营收日后怕是翻着番儿的涨。我本是落推低秀才，骨子里也带着文人的清高。起初来怡红院做账，只当是屈身谋生，可今日听到这词曲，看到这场景，高手在民间，并非虚言。以往我总觉青楼是下九流之地，如今却不得不承认，怡红院的这些新东西，比许多酸儒的腐文更有灵气。收买人心从不是靠银子就能长久，得让他们看到这团队的前景，看到自己在这里的价值。这也是我没急着让乔张林、张科元几人上岗的原因，先让他们看清怡红院的特殊，他们才会用真心对待这份差事。你这笼络人心的手段，倒有几分厉害。王爷觉得这手段如何？班子已搭好，离约定的1月之期越来越近。我要的是许伦仓真正的庇护，而非敷衍。许大人，方才王爷也赞这词曲好，依我看，日后定有更多文人墨客来怡红院。若是王爷想寻些有才华的人才，或是想知道文坛动向，怡红院或许能帮上忙。他这是在给自己加码。千年文脉传承的词曲，确实能吸引读书人，而这些人，或许正是我需要的助力。他想做这个中间商，连接文人与王府，这便是他向我展示的又一个价值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这怡红院便纳入本王麾下，
以后这地方便是本王的。王爷此言差矣，怡红院的确需要王爷庇护，却不该是王爷的麾下之物。你不想做本王的人，不想为本王做事。在这个权贵能随意掌控底层层人生死的时代，我的拒绝无异于以下犯上。可我还是想赌一把，赌我的价值足够让许龙骚破例。民女从不想做任何人的附庸，民女只想守着怡红院，做自己的主。哼，你觉得你凭什么？若是不做本王的人，本王如何信你？如何敢把事交给你做？凭怡红院能为王爷聚人才、探消息，凭民女能让这些价值只归王爷所用，更凭王爷若是强行掌控怡红院，只会让那些被此曲吸引来的文人寒心，反倒失了一条好路子。你倒真敢说！我太清楚古代人命的轻贱，也正因如此，才更想攥紧自己的命运。靠山山会倒，靠人人会跑。这世间最可靠的，从来只有自己。就像原主当年独自在圣经打拼，砸光积蓄开启怡红院，靠的也从不是旁人的施舍。王爷应当比民女更懂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的道理。民女无权无势，若真有朝一日背叛王爷，即便不在您麾下，您要处置我，不也易如反掌？还是说，王爷觉得这南齐境内还有比您更尊贵的人，能让我甘愿背弃您，投靠过去？哼，这女人不仅脑子清楚，胆子更是大得惊人。全天下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人，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完。偏偏她没说错，以她的出身和女子身份，就算再有才华，也入不了皇兄的眼。能依靠的唯有我。既然你这般坚持，本王便信你一次。说到底，10念不过是无根的浮萍，他的生死荣辱，全在我一念之间。多谢王爷。民女做了份详细的企划案，若是你有兴趣，不妨瞧瞧。呈上来吧。方才直面许伦川的威压时，好几次都差点撑不住妥协，变得沉静如水。好在最后赌对了。念姐，怎么了？念姐，我家公子还有关公子、曹公子，想问问台上那些曲子的作者是谁？若是方便，想登门拜访一番。恐怕要让几位公子失望了。这些词曲的作者是一位名叫蓝星的前辈，可惜这位前辈早已不在人世，只剩些手稿流传下来，被我偶然得到。多谢念姐告知，小的这就去回禀公子。念姐，您方才在跟谁说话？以后这间雅间的客人来，都由我亲自接待。你们做好自己的事就好，不用多问。是，念姐。蓝星，这名字听着倒像位女子的闺名。女子又如何？能写出水调歌头的开阔，又能写出烟花易冷的沧桑。这位蓝星前辈，定是个有故事的人。我现在反倒更好奇，这位前辈究竟经历过什么，才能留下这么多风格迥异，却同样动人的佳作？字如其人，这字迹灵动飘逸，又带着几分不拘一格的锋芒，倒和他的性子很像。这流动率是何意？所谓流动率，就是咱们院里每月客人的变化，能看出哪些客人是常来的，哪些是新客。比如狄公子这个月来了4次，他便是高粘性客户。有些客人只来1次便不来了，就得琢磨是不是哪儿没留住人。之前查到的那些关于10念的消息，实在太过单薄。一个早年丧父、靠青楼谋生的女子，怎么可能有这般见识？看来，还
还得让人再仔细查查他的底细。我本以为要等够1月之期，没想到他竟这么爽快。民女恭送王爷。本王等着你的好消息。杜元介，念姐有何吩咐？念成芊芊，从今往后，怡红院收集到的所有消息，还有每日的热搜榜排名，都由你负责整理。消息要分类，热搜榜要写清票数和客人评价，明白吗？小的明白。我早年是秀才，最擅长整理文字，这份差事再适合不过。张科员，怡红院的账目就交给你了，每日营收、采购开销、大家的月营结算都要记清楚，每7日给我一份明细。请念姐放心，属下以前在布庄做过3年账房，定不会出错。乔先生，院里那些汉子，还有后厨的几位婶子，大波不识字，以后教他们识文断字的事，就拜托你了。本以为念姐会让我做些杂活，没想到竟让我做回了先生。念姐放心，学生定当尽力。我的班子终于有了个大概的雏形。从今日起，你们俩跟着我学新的记账方法。古往今来记账都是用流水账，从没出过差错。这新法子看着花哨，万一算错了，主子那边怪罪下来，我做了10年账房，什么账没记过，何必学这些花架子？有话不妨直说，别在这儿摆脸色。念姐，古往今来记账都是用流水账，从没出过差错。您这新法子看着花哨，万一算错了，主子那边你们看，我记的账，一张纸能写清当日所有收支，这列是支出项，旁边标着金额；这列是营收，分卡座、雅座、雅间，写得明明白白。你们算7日若后，得翻7页纸，一个个加。我用这表格把每日营收填进去，一眼就能看出总数，连算盘都不用打。念姐，我们错了，原来这新方法竟这么好用，我们刚才还怀疑你，实在是小人心胸狭隘了，请念姐责罚。知错就改就好，以后有疑问直接说，别憋在心里摆脸色。我脾气再好，也架不住你们一直给我添堵。现在愿意跟我学了吗？愿意，现在就跟您学。那位公子又来了。听说你弄了个新法子记账，连河源都夸好。河源这嘴也太快了，王爷倒是清闲，这点小事儿都值得您跑一趟。完了，眼前这人不是上世的生意伙伴，是权倾朝野的梁王，我的嘴是不是被门夹了？怎么，本王还不能来瞧瞧你的新花样吗？这女人偶尔的口无遮拦，比刻意的恭敬有趣多了。刚才那话，倒像是朋友间的调侃，没半分谄媚。王爷要是想了解新记账法，我让河源来给您讲，他现在学的比我还熟还熟。不必，本王就是来听听全。另外，南齐如今国泰民安，本王自然清闲。不如你倒是说说，在你眼里，南齐怎么样？南齐已经近50年没打过大仗了，偶尔有小摩擦，也都是边境的小打小闹，百姓日子安顿，
连良民都少，挺好的，至少安顿。要是天天打仗，我这怡红院就算有王爷护着，也开不起来。哼，账本拿来我瞧瞧，你去忙你的吧。何先生，进来吧。水调歌头乃是千古佳词，意境开阔，岂是别的曲子能比的？哼，你懂什么？烟花易冷才最动人，那沧桑感，听一遍眼眶就红了。家境不算富裕，却硬要赌得装出富贵的样子，有意思。是第一次来咱们怡红院吧？听说你们这儿的曲儿不错，来瞧瞧。客官，您可来对了，今日有婉晴姑娘的青花瓷，还有陈碧姑娘的新曲，保证您听得过瘾。这边请。三位客官，咱们院如今只做卖艺的营上，不提供留宿服务。若是您想寻其他乐子，或许得去别家看看了。不，我们就是听说您这儿没有那乱切包的，才特意过来的。您放心，咱们院的规矩都明明白白写在门口的告示上，绝不会糊弄客人。这是今日的节目单，每日固定6个表演，从黄昏唱到亥时。这张是热搜榜的说明，客官离开前可以投票选最喜欢的节目，结果明日5时会贴在门口，谁得票最高，次日还能加演一场。哦，每日就6个节目。我听人说怡红院的曲儿能让公子哥们争得面红耳赤，还以为会排满整晚。不错，不过若是遇上节日或是院里做活动，节目数量会根据情况调整，有时也会加演新曲目。这种新鲜的规制，比圣经许多书肆茶本和梨园还要有趣。倒真想瞧瞧，能让公子哥们夸上天的表演，究竟是什么样？一杯浊酒浇在心头，谁让谁心冷？林老，今日怎么有雅兴出来听曲儿？怎么，老夫教出来的学生，我这个师傅还听不得？起初来怡红院，不过是走投无路的妥协。可这些日子看着姑娘们在舞台上放声高歌，后台里肆意欢笑，连我这半截身子埋进黄土的老头子都被这鲜活的氛围感染了。哪儿能啊，姑娘们能有今日的模样，全靠您指点。我感谢您还来不及呢。凝霜和浅醉是这群丫头里最有天赋的2个，你可得好好培养，别耽误了他们的好底子。林老，您是说他们俩适合学传统戏曲？不然呢？凝霜的嗓子亮，音域宽，唱花旦最合适。浅醉的声线柔，咬字准，学青衣正好。若是他们想，你总不能让他们一直唱这些新鲜曲子吧？我之前确实陷入了固定思维，总想着用现代词曲吸引客人，却忘了盛东城还有不少偏爱传统戏曲的官员乡绅。若是能把戏曲和现代表演结合起来，既能留住老客，又能吸引新客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您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辜负他们的天赋。不止凝霜和浅醉，刘芝身段好，适合练武；婉晴眼神灵动，或许能尝试小品表演。之前总想着让所有人都唱曲，倒是忽略了因材支教。好！下午排练时，这丫头还差点唱破音，没想晚上竟发挥得这么好，这悟性比我年轻时都高。这嗓子，若是在现代，早就被专业乐团抢着要了。怎么，这就激动了？这丫头的潜力可比你想的大多了。林老，
以后我找出来的词曲，您先帮着听听。要是有能改成戏曲的，您尽管提建议。你这丫头，倒是半点不把老夫这瞎眼老头子当回事儿。唉，来怡红院才多久，你已经折腾出几十首词曲，我还没研究完，又来新的了。能者多劳嘛，我给您加月银，每月再加2两，您看怎么样？罢了罢了，就当是为了这几个丫头。我一个快入土的人，要那么多银子做什么？可一想到能把自己的戏曲本事传下去，让宁霜他们唱出点名堂，又忍不住心动。念姐，花月楼那边竟照着咱们的词曲唱，连昨日才首唱的广寒宫都偷了去。我早就猜到花月楼不会善罢甘休，却没料到对方方静这么不要脸，连献曲都直接照办。王爷可知花月楼背后的东家是谁？怎么，花月楼又给你找不痛快了？哟，上回花月楼派人来搅局，许兰枪怕是早就知道底细。那日他爽快签约，并非只是看中我的企划，更是因为他一直盯着怡红园的动静，早把我的应对看在了眼中。也是，若合作对象是个遇事就慌的软蛋，他又何必浪费时间？就在花月楼抄袭词曲，他们连今日宁霜刚唱的广寒宫都抄了，连调子都没改，就换了个姑娘唱。花月楼背后的人是太子许成觉。太子，我猜过是侯爵勋贵，猜过是内阁大臣，唯独没料到会是储君。原著的记忆中，东宫太子生母为皇后于氏，背后的虞国公府是屹立100年的世家大族，自许成觉出生便被立为太子。一国太子竟然指风月场所，看来这青楼的利润的确可观，连皇室子弟也会动心。所以上回花月楼那档子事，是王爷帮我扫的尾。若花月楼背后是太子，以他的权势，想查是谁在背后搞鬼易如反掌，哪会让事情平息这么久？更不会只用抄袭这种不入流的手段，除非……看来你还不算太笨。这女人素来从容，难得露出这般失态的模样，倒显得鲜活。如今知道了背后是太子，你想怎么做？对方是太子，我就一个青楼老板娘，难不成还能跟储君硬碰硬？那跟以卵击石有什么区别？王爷与太子的关系如何？古往今来，皇家多的是为皇位反目成仇的例子，弑父、手足相残，从来不少见。王爷与太子虽隔了一辈，可……我甚至有些分不清，石念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敢如此大剌剌的在皇室面前说皇室的坏话，是真不担心我摘了他的项上人头。但转念一想，他不就是这样的人？他的直接也是能促成我们合作的原因之一。一般人是不错，就是爱阴阳怪气，还腹黑。总之毛病一大堆。听王爷一席话，还真是如听一席话。我跟了王爷这么久，从没见过王爷笑得这么开怀。说说吧，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？许龙昌这话几乎是明着说他与太子不对付了。有那么一瞬，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抱上了话本里那种扮猪吃虎的大反派大腿。说是真的，日后还能全身而退吗？他冷静下来，又觉得不对。外界都说当今皇上与梁王兄弟情深，许灵卓若真有夺位之心，何必常年镇守边疆？或许他只是看不惯太子插手风月场所，失了储君的体面。毕竟一国储君的手伸到这种地方，也确实失了体统。这件事，荣明，你再想想。以前我能用现代商业手段对付花月楼，可现在对手是太子，那些法子都太冒险，容易留下破绽。我得琢磨个万全之策，既不能得罪太子，
又能让花月楼吃饼，还得保证怡红院全身而退。也好，想清楚了再跟我说。记住，别做蠢事。我虽能护着怡红院，却也不能次次为他兜底。太子毕竟是储君，真闹大了，连皇上都会过问。到那个地步，即使是我，也不一定护得住他。是。在不知花月楼背后之人是谁之前，我有一大堆商业回击的办法。可现在，那些办法都不适用。一直以来，我都用上辈子生意场上的手段经营怡红院，经营人脉，哪怕与许伦山打交道，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可如今才发现，许伦院没有砍了我，甚至还能如此纵容，简直是我上辈子行善积德中了大运。换做其他权贵，我的小命哪还能留到现在？你个逆子，不好好温习功课，竟跑去青楼厮混！今日老子不打断你的腿，你就不知道何为规矩，何为体统。爹，我什么时候去喝花酒了？我跟关秋凯他们去怡红楼，点的都是茶水和小食，连酒都没碰过。没喝酒就有理了，你可知青楼二字有多丢人？老子寒窗苦读10几年，好不容易混到大理寺卿，你倒好，整日往那种地方钻，还敢朝同窗借银子，你这是要把狄家的脸丢尽！原以为这逆子在读书上有天赋，日后说不定能考个进士，光耀眉眉，如今看来，竟是个玩物丧志的人。爹，怡红院现在根本不是那种龌龊地方，院里的姑娘只卖艺不卖身，唱的都是好词好曲，连文人墨客都爱去，我怎么就成厮混了？青楼的姑娘不卖身，这话说出去谁信？你当老子是3岁小孩？青楼开门做生意，不接客怎么赚钱？怕不是那些女子将你哄得团团转，你都被迷了心窍了。爹，你等着，我拿证据给你看。爹，这首《水调歌头》就是怡红院传出来的，这可是千古难寻的好词句。您说说，能写出这种词的地方，能是龌龊地儿吗？不就是一群女子在戏台子上？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这词句意境开阔，情真意切，竟真的是佳作。爹，现在连其他青楼都学着怡红院唱这些曲儿，您还不信？我问过怡红院的东家石念姑娘，她说这些词曲都是一位叫兰心的前辈所作，只是可惜前辈早已离世，她不过是想把这些佳作传扬出去，才改成唱曲的形式。还有这首青青花瓷，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。这首虽然直白了些，可韵味一点不差。还有烟花易冷里的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小村，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。少爷，是野村，不是小村。对，是野村。您听这词，多有味道。爹，今夜您跟我去瞧瞧，就知道怡红院真的是赏词听曲的文雅地方了。你可知这儿子带爹去青楼，传出去别人会怎么笑话我？爹，咱们是来听曲的，又不是来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您心虚什么？你个逆子，闭嘴！若是被人认出来，你爹我这大理寺卿还做不做了？我真是糊涂了，竟真的跟着这逆子来这种地方。可事到如今，也只能硬着头皮进去。狄公子，今日怎来的这么早？我们刚开门，后厨的小食还没备好呢。今日无事，便想着早点来占个好位置。那狄公子今日还是做雅监吗？这些天我天天来，手里的银子早就花得差不多了，哪还有50两开雅监？可父亲好歹是朝廷命官，做大堂实在太掉价。去雅监，
若是在大唐被人认出来，那才是真的丢人现眼。万一被人在朝堂上参一本，五纱帽都保不住。13，快带狄公子和这位先生去2楼雅间，记得把女儿红换成碧螺春。狄公子之前一直喝这个。是，2位这边请。这就是你说的解决花月楼的法子。王爷觉得这法子如何？王爷，您手中的白子就像花月楼，于太子而言，不过是个赚钱的工具罢了。可我这黑子不一样，怡红殿的目的可不止赚银子，还要聚文人、探消息，做些花月楼做不了的事，不是吗？你怎知花月楼就不能打探消息？花月楼满是寻欢作乐的客人，3句话不离分月，想从里面找有用的消息，可不就是大海捞针？反观咱们怡红院，来的都是读书人、官员子弟，他们闲聊时露出的朝堂动向、世家琐事，才是真有用的东西。昨夜许峰走之后，我想了半宿，无论想什么办法，最终结果都是我斗不过太子，双方实力悬殊太大，而且我没有那个自信，天真到以为许隆昌会为了怡红院与太子彻底撕破脸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换条路走，加速将怡红阁打造成文人聚集地，错开与花月楼的客户群体。花月楼靠生意赚银子，那怡红阁便靠文化吸引权贵。只要太子舍不得放弃花月楼的暴利，就永远也成不了我的对手。输了棋，却对10年的盘算多了几分认可。所以，你昨夜让我派人把那些官宦子弟逛怡红院的消息递到他们府上，是想让更多官员知道这里的文雅。看来这一局是民女赢了，多谢王爷承让。你倒会算计，去吧，别让你的观众等急了。欢迎各位观众来到怡红院，我是今日的串场主持人石念。观众是什么意思啊？莫不是说咱们？这石念看着真不一样，哪像个开青楼的？听说他就是怡红院的东家，不仅懂词曲，现在的这些新花样也都是他弄出来的。诸位贵客，雅宴既开，观众便是来看表演的客人。如今的怡红院早已不是往日的风月场所，只做卖艺的营生。各位是为曲而来，为词而来，称各位为观众，再合适不过。从今日起，每场表演间隙都会有一名主持人替大家向姑娘们提问，比如大家好奇某首曲的创作背景，或是想知道姑娘们练唱的趣事，都可以向主持人提问。好啊！我想问问陈碧姑娘，唱烟花易冷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？我想知道《水调歌头》的词真的是那位蓝姓前辈写的吗？能不能让浅醉姑娘再唱一遍《青花瓷》的副歌？太好听了！爹，为了你的面子，我可是牺牲太大了。要是做雅作，我现在就能举手提问了。台上那个谈吐优雅、逻辑清晰的女子，竟然是青楼老鸨。我印象里的老鸨该是涂脂抹粉、腰圆体庞，说话尖酸刻薄才对。可石念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，他身上哪有半分市侩气，倒像个世家大族里的当家主母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本来就是。你看那3位，都是翰林院的大人，他们不也做卡座吗？您怎么就做不得？连翰林院的人都光明正大的来了，看来怡红院是真的变了。本官是皇上钦点的大理寺卿，正4品，他们不过是翰林院的7品编究，怎能跟本官比？您全身上下就嘴最硬。今日表演的第一个节目，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《青花瓷》。
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原唱浅醉姑娘。诸位安好，小女子浅醉，今日为大家带来《青花瓷》。狄大人，是你在里面吗？我明明很早就来了，连茅厕都没去过，一直躲在雅间里，怎还会有人知道我在这儿？难道是九世走漏了消息？李怀忠，开门！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用脚想也知道是熟人啊！刚才进来的时候，您把自己的脸捂得那么严实，不是十分熟悉的人，怎么可能认出来？对呀，能把我认这么准的，定然是同朝为官的熟人。关门！快把门关严实了！可千万不能被人瞧见，御史大人逛青楼的模样传出去，重则丢官，还得被唾沫星子淹死。你们俩，李圣贤，咱们都是朝廷命官，来这种地方传出去，难道光彩吗？你这大嗓门，方才我和严大人在隔壁，都听得一清二楚。若不是念着同朝情谊，我们才不会冒险过来提醒。你说什么？老狄，你低声些，真要被人听见，咱们仨的脸都保不住。婷姐，来我们这雅观坐。爹，各位伯父，我先过去了。听个曲而已，有什么好藏的？我可没老爹他们那么多顾虑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这姑娘嗓子真透亮。老严，你不是最懂戏吗？评评这唱的怎么样？唱的是不错，有点像以前那个谁来着？大满园的林海生。对对对，就是他。当年他唱的梨园戏，那嗓子简直绝了。可惜啊，听说他后来被人害了，眼睛看不见了，嗓子也哑了。我都好些年没听过他的戏了，没成想今日在这儿能听到和他唱法相似的姑娘。年少时，我常偷偷溜去大满园听戏，那时我还不是循规蹈矩的御史，只是个爱听曲的少年。可后来家族施压，只能收起喜好，一头扎进四书五经里。如今再听着相似的调子，才发觉自己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，连带着熟悉的人和事也都物是人非了。素佩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。果然，戏曲元素最合古人的口味，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，这份文化共鸣都不会变。想不到你还有这般本事。原曲虽更柔和，凸显的是青花瓷器的温婉之美，可经你这么一调整，加了戏曲的转音和唱腔，这歌像是换了个灵魂，既有大好河山的壮阔，又不失江南烟雨的柔情，再加上浅醉今日超常的发挥，简直绝了。都是林老您教的好，若不是您说浅醉有唱戏的天赋，我也想不到在曲子里加这些元素，我可不敢冒领功劳。这改编的灵感来自林老，我不过是个搬运工罢了。你呀，总是把功劳推给别人。好，唱得好。哟，这是被浅醉姑娘迷了魂儿？你不是御史吗？平日里嘴皮子那么溜，今日怎么就只会说好了？确实该好好夸夸。这词曲，这唱腔，比梨园的老戏还动人。这老匹夫该不会瞧上实验了吧？这可不行。老严，你是林海生，实验旁边那老爷子。
是当年大满园名旦林海生啊！啊！你说什么？真是他？他不是眼睛不见了，嗓子也哑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真的不去见一面吗？不必了。如今他落得这般模样，再提当年的名旦风采，不过是无端揭人伤疤。倒不如让往事埋在心里，各自安生。谁能想到，朝堂上以铁面著称、舌战群儒的御史中丞，也有这般顾及他人颜面的柔情。下官参见狄大人、严大人、曹大人，3位大人也来听曲儿啊。下官还有急事，就不打扰大人们的雅兴了。看来这地方是真打算脱了青楼的名头了。这才1个月，就拿到了近5两银子，比之前半年赚的还多。要是日后生意更火，本城岂不是能翻番？是买新胭脂，想着添首饰。明日怡红院歇业1日，不开门。燕姐，为啥要歇业啊？现在生意正好呢，放着银子不赚多可惜啊！是啊，念姐，咱们不累，不用歇的。对对对，我们能唱。我这算是遇上卷王下属了，连续1个多月连轴转，夜里改方案，白天盯表演，还要琢磨新节目，早就熬得没了精神。上辈子因为加班熬夜猝死，这辈子可不想再经历一次。大家这1个多月都辛苦了，该歇一歇。刚发了月银，你们也该出去添置些东西，或是喝喝茶、逛逛街，就当放松了。那念姐，你明日做什么？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逛街？我只想睡觉，睡个天昏地暗。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小姑娘一起逛才自在，我跟着多扫兴。不扫兴，念姐跟我们一起才热闹呢。阿念你就去呗，放松放松也好。念姐，念姐你怎么了？都别慌，念我，快去请大夫。念一，把念姐扶到房间里去，其他人散开，别围着，别围着。玲珑，帮我倒杯水。念姐，您终于醒了。大夫说您是累着了，让您好好休息。先给我倒杯水，渴得厉害。我没事，你去忙自己的吧，别在这守着了。本来想给大放个假，结果自己先晕倒，心里没什么愧疚，倒是暖意满满。这些姑娘出身风尘，却都透着一股子善良，哪怕受过再多苦，也没丢了本心。平日里浅醉最黏我，若是我晕倒，守在床边的人一定是他，可现在守着我的人却是玲珑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事，你好好休息就行。到底怎么了？如实说。是以前从院里走的烟霞和秀锦，他们今日来找浅饭，说想回怡红院。就这点事儿，还值得藏着掖着，让浅醉直接拒绝就是了。不是的，念姐，他们太过分了。他们说什么了？他们说怡红院能火，全施展了他们以前的光。现在回来是给您面子。瞧给我们玲珑气的，小脸都鼓成河豚了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以前离开的人再回怡红院。已经记不清多久没人这样亲昵的对我了。念姐指尖的温度落在脸上，
暖的心跳都快了半拍。念姐，您是不知道当时烟霞那嘴脸。那你跟我说说，他们两个怎么个不要脸法？看来玲珑这次被扼尸的够呛，他越是这副表情，我就越是好奇。还不是他们两个见咱们怡红院又红火了，今日一早就打着来看看姐妹的旗号来试探。刘芝那丫头你也知道，嘴上没个把门的，烟霞随便姐姐长妹妹短的就把话套了去。刘芝那丫头如今也才17，还是个孩子，这些年一直待在怡红院，也没人教她如何为人处事，怎么应对心怀不轨的人。看来以后还得花些心思教教这群姑娘。我难道就是天生操心的命？烟霞得知我们如今不用接客，1个月还能拿到10多两银子，就生了要回院里的心思。那会儿念姐您还昏迷着，大夫说没什么大问题，可我们哪里放得下心，根本不想跟他们纠缠。可烟霞和秀姐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缠着浅醉姐，非得让她帮忙。他们还大言不惭地说，让念姐帮他们出赎金给花月楼。烟霞，以前在院里的时候，我怎么就没发现你这么不要脸呢？当初自己铁了心的要走，如今还想念姐花银子赎你们回来。烟霞，你也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呀，可长点心吧。行了行了，这事儿也不全都怪你。怡红院如今生意虽然算不上火爆，但不卖身的消息早就传出去了。就算今日刘芝不说，这群人迟早也会找上门来。借着这次机会，你也看清楚什么人可以接触，什么人不可以，不然就你这张嘴，指不定哪天又出去惹麻烦。这儿有我和浅醉，你去守着念姐吧。浅醉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我知道我的要求很过分，但花月楼的赎金太高了，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银子。你和妈妈的关系最亲近，就当我求求你了，同妈妈求求情好吗？当初没有人逼你们离开，是你们自己要走，我帮不了你。虽然我是和念姐最亲近的人，但这不代表我可以在她面前肆无忌惮。当初念姐从阁楼上摔下来，所有人都以为怡红院会彻底关门，可她醒过来后就像变了一个人，雷厉风行，果决利落。我虽看不透如今的念姐，但有一点很清楚，她绝不会同意他们回来。浅醉，我们求求你了，那花月楼真的不是人待的地方。自从查出有姐妹染了病，花月楼的生意就一落千丈。可我们每天还是要接客，来的都是些地痞流氓，还有些明知道自己染了病，还故意来找我们的混账。那些染了病的姑娘被拖到后院柴房自生自灭，根本没有活路。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，求求你浅醉，求求你！当初是你们自己抛弃怡红院，如今的日子是你们自己选，我帮不了你们。烟霞，你简直就不是人！咱们好歹也相处了好几年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现在你的脸毁了，妈妈还会留你这样的废人吗？既然你不愿意帮我，那就都去死好了！浅醉现在在哪儿？念姐，您身子还虚着呢。浅醉姐就是怕您担心，才特意不让我们说的。要不，玲珑，我之前说过，只要你们在怡红院1天，我就护你们1天。这世道对女子本就苛刻，毁了脸跟毁了一辈子没两样。浅醉是为了护着怡红院才受的伤，我不能不管。浅醉姐在自己房里，我带您去。我没事，你们忙自己的就行。浅醉，是我，开门。念姐，要不就让浅醉姐先冷静冷静吧。你先回去，
我单独和浅醉谈谈。浅醉，可以打开门，让我瞧瞧你脸上的伤吗？大夫说最近天气热，包扎了伤口，或许会更严重，所以才……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难道还担心我会因为这点小伤疤就撵你走不成？这傻姑娘，看我的眼神里都透着不易察觉的畏惧。我的脸被毁了，再也无法为怡红阁赚银子。我的确有担心念姐会抛弃我，但这种想法并不多。可当念姐的手落在我头上时，我才明白是自己多心了。正因为这样，反而更觉得愧疚。一个不能赚银子的废人，没有脸继续留下来。我一定会请大夫治好你的脸。这件事本就是我没有处理好，才让你受了委屈，遭此横祸。我给你道歉，对不起。念姐，不是你的错。念姐，我以后再也没办法站在舞台上表演了。对不起，是我辜负了你的期望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你很好，不过是条疤。只要你想站在舞台上，我就捧你。大不了咱们用脂粉遮一遮，再戴面纱。念姐，我还能继续站在舞台上吗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不过是脸上有条疤，又不是嗓子哑了、四肢断了。既然这是你心中所想，我就尽全力满足你。原主的记忆里，浅醉是第一个来这里的姑娘。最开始她逃跑过几次，绝食大闹，怎么也不肯接客。原主那会儿还是个新手，只会用从其他老鸨那儿学来的手段去劝，但收效甚微。后来某一天，浅醉突然主动说自己可以接客。原来她在圣经又遇到了那个曾经娶她做妾，又任由正妻把她发卖出去的男人。当得知自己不过是别人的一个玩物之后，浅醉的心就死了。如果你还想继续表演，我就捧你上台，你继续唱曲儿。如果哪天你唱累了，就和我说。怡红院如今有这么多事情要忙，你来给我打打下手也成。念姐，谢谢你。好了好了，不想了。有什么想法就和我说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后盾。烟霞现在在哪儿？念姐，烟霞和秀锦都被我们关柴房了。当时兄弟们都在外面，没盯紧后院，才让烟霞伤了浅醉姐。念姐要罚，就罚我吧。这事跟阿福他们无关，谁能料到烟霞会突然动手？可看着浅醉脸上那道疤，我还是忍不住生出几分迁怒。道理都懂，情绪却难控。与其说些场面话，不如沉默着先处理正事。妈妈，您救救我！我想回怡红院，花月楼不是人待的地方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妈妈，浅醉姐的脸毁了，她唱不了曲儿了，我可以。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当初是你自己要走，我没拦你。如今见怡红院好了，又想回来。你当我这怡红院是慈善堂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？浅醉就是一辈子登不了台。我也养得起他，可你早知道该带只银簪来，木簪划得太轻，倒便宜他了。阿福，把烟霞绑了，送顺天府，再去通知河源，让他主子也去一趟。你要送我见官？你蓄意伤人，凭什么不能送你见官？我怡红园行得正，坐得端。遇事自然要找官府评理，难不成要像花月楼那样，私下里龌龊勾组作尽？私了只会给花月楼留画饼，倒不如借官府的手，既为浅醉讨公道，也让圣经人看看，我10念的怡红院不是谁都能欺负的。那烟霞以前是我们院的，见我们现在红火了，就来蹭好处。浅醉姐没答应，她
他就拿簪子划人，心黑着呢。念姐，诉状我写好了，您看看。回去吧，这里人多眼杂，别沾了是非。你还要科考，名声要紧。万事小心。许龙仓来了，却没露面，他终究还是不想跟太子撕破脸，能来撑场面已是极限。等着吧，大人很快就升堂。堂下何人？所告何事？回大人，民女实念，乃怡红院东家，今日状告花月楼女子烟霞蓄意伤人，毁我院姑娘潜罪之容。这青楼老鸨倒不像是个寻常百姓。烟霞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可认罪？回大人，民女不是故意的，是错手，我跟浅酸争执，不小心划到他的。对付这种人，急着辩解反而落了下场，得让他自己露马脚。实念，烟霞说只是错手，你可有话说？回大人，民女有证人以及证物，可证烟霞并非错手，而是蓄意伤人。禀大人，烟霞动手伤人时，我院多名姑娘都在场亲眼目睹，此刻她们就在府衙外候着，随时可传召问话。这便是烟霞伤人的物证，簪子上的血迹与浅醉姑娘的伤口吻合，还请大人明鉴。烟霞动手时，你们当真在场？回大人，民女看得真切。烟霞因求浅醉帮她求情，回怡红院被拒，便恼羞成怒，拔下银簪就往浅醉姐脸上划。事后她还说：“你脸毁了，念姐便不会留你。”言语间满是恶意。这女人也太恶毒了吧！求而不得就伤人。当初是她自己要去花月楼的，现在又想回怡红楼，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哼，说到底还是青楼里的人，心思歹毒的很。那个叫浅醉的，脸毁了也是活该。你胡说什么？现在的怡红院早就不接客了，就是个赏词听曲的地方。浅醉姐是正经的歌姬，不是你说的那种人。不接客？他们喝西北风啊！要是怡红院真不赚钱，这烟霞能放着花月楼的银子不赚，上赶着回去？我终于明白父亲为何那般忌他。被人知道去过怡红院，世人对青楼的偏见早已根深蒂固。若非亲眼所见，任谁也不会相信，昔日的风月场所竟能变成如今的文雅之地。我理解这些百姓对青楼的憎恶，或许是他们中有人曾因青楼家破人亡，可这不该成为诋毁浅醉的理由。你说怡红院如今只做赏词听爵的营生，不再接客？回大人，自1个多月前起，怡红院便彻底停了留宿服务。这1个月来，所有客人皆是为听取赏词而来，从未有过逾矩之举。大人，石老板说的是真的，我这1个月去了怡红院3次，每次都是听浅醉姑娘唱青花瓷，听完就走，从未留宿。没错，我上周还去听了陈碧姑娘的曲子。怡红院现在规矩得很，我们都是冲着那些好词好曲去的，可不是为了寻欢落乐。我也可以作证，前几日我还去听过曲，怡红院确实只卖艺不卖身。连大理寺卿家的公子都去过，这怡红院莫不是真的变了？我家有悍妻，别说逛青楼，就是去茶楼听书都要被数落半日。哪知道怡红院的底细？怡红院洗掉青楼标签的第1步，总算迈出去了。大人，按南齐律斗训律规定，蓄意伤人致伤残者，杖30，赔偿伤者诊疗费用。烟霞寓意划伤浅醉的脸，已然触犯律法，还请大人为浅醉姑娘讨回刚道。这老鸨不仅准备了人证物证，连律法条文都背得清清楚楚。烟霞，你为什么不肯让我回去？当初怡红院快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我只是想多赚点银子才去花月楼，我有什么错？那么多人都跑了，凭什么就不准我回来？凭你选了走，就没资格回头。当初离开的人，从未有谁想过回来，就算有，我也只会给同样的答案。怡红院不要吃回头草的人。我就是要借着今日的公堂把话说清楚，让那些存着同样心思的人彻底断了念想。原主在时，怡红院树倒猢狲散，唯有浅醉、刘知等人留下，这些人的心是齐的。而烟霞之流，眼里只有利益，留着只会是隐患。烟霞蓄意伤人，证据确凿，判杖30，赔偿浅醉姑娘诊疗费用50两，若有不从，再加杖10。我要让花月楼的人看看得罪怡红院的下场。丢得越远越好，是
是死是活，关我什么事？10年，你给老娘等着，这事儿没完。我也不过是提了2句。怡红院如今的生意红火罢了，是烟霞自己没忍住，心里那点花花心思。秀姐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就是见范妈妈脸色不好，一时看呆了。可不是吗？烟霞这事儿闹得这么大，范妈妈能开心才怪。这2天你可得躲着点范妈妈，免得她把气撒在你身上。上次我打碎个茶杯，都被她骂了半个时辰。多谢你提醒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秀姐，外面都传怡红院现在不接客了，只卖艺，这是真的假的？青楼哪有放着生意不做的道理？10年再能耐，也不能跟银子过不去。我也不清楚，不过满城都这么说，或许是真的吧。若是当初没跟着烟霞离开，或许我现在能像曲婉晴他们那样，只安心唱曲，不用应付那些油腻的客人。如果今日烟霞没有那么冲动，是不是我们还有可能回怡红院去？可惜，如今因为烟霞，我们这些曾经离开的人，都不可能回得去了。我得把花月楼的近况写下来。10年放我回来时说过，若有异动便传消息。他不是随口说说，只希望我留在花月楼的这段时间，能帮他打探到一些有用的消息。石老板，我家主子在城西的清明楼等您，有要事相商。今日去了一趟公堂，倒是学会了规矩。对着顺天府尹都能背律法，对着你这个王爷，难不成还能没规矩？王爷找民女，想必不是为了调侃吧？烟霞我已经让人扣下了，你若想处置，随时可以去。没想到他竟猜到了我的心思，我的确没打算放过烟霞，让人送她回花月楼，不过是做做表面功夫，顺便让花月楼的人看看范妈妈是个什么嘴脸。烟霞会被抛弃，从报关那一刻就注定了。只是没想到，许龙枪比我更快出手。多谢王爷。只一句谢谢。我总不能说无以为报，以身相许吧？上辈子见多了油腻投资人，对这种调溜半点不感冒。本王找你是有正事，今日这事儿闹得不小。永安侯嫡子李贤，明晚可能会去怡红院。我早知道怡红院红火了，定会被各方势力盯上，却没料下来的这么快。王爷的意思是让我提防他，还是打探消息？李贤是太子的人，他去怡红院，无非是想拉拢你。若是拉拢不成，说不定会用些手段。果然是太子那边的人，太子想拉拢我，无非是看中怡红院玩如今的气。若真拒绝，怕是会有麻烦。梦乡梦声，念念姨今天不开门，我是不是听不到娘亲弹琴啦？娘亲每天弹琴很累，今天让娘亲休息好不好？明天再听好不好？好。我带香儿去后院玩，你们聊。想不想报仇？跟我走。报仇？报什么仇？念姐，咱们来这荒郊铁岭做什么？怪吓人的。石老板，人在里面。主子说，这个你或许用得上。这是什么？哑药。这是担心我们动手的时候被吵到。许龙英这人倒还挺贴心。念姐，我别愣着了。月黑风高夜，杀人放火时，
咱们别耽误了时辰。好一个月黑风高夜，杀人放火时。少爷，小的特地去怡红院瞧了，那热搜榜上除了前日的曲目，就贴了张歇业通告。我旁敲末珠打听过，说是昨日院里的浅醉姑娘被人划伤了脸，得休养几日，所以暂时不营业。今日又不开门，这怡红院的姑娘是金枝玉叶不成？不过划了道口子，竟矫情到歇业。少爷息怒，要不小的再去一趟，跟那老板娘说说情。滚！一个前青楼老鸨，也配让本公子派人去求？昨晚没睡踏实，还好，就是总做梦，梦里全是昨晚北郊废宅场景，一会儿是烟霞的惨叫，一会儿是自己满手是血的模样，后半夜几乎没合眼。今日我让阿福去城里再寻些大夫，看看你脸上的疤能不能淡化些。多谢念姐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再回床上躺会儿。你这眼睛跟熬了3天夜似的，别让人瞧见了又瞎猜。念姐，咱们今日怎么还不营业啊？昨日我在街上听人说，好多人都等着来听新曲呢。慌什么？乔先生教你们的字都认全了，林老教姑娘们的曲儿都练熟了，后厨5审的新菜式试好了，一个个围着这儿，满脑子就想着开门营业。我是少了你们月薪，还是苛待你们了？不是想多赚点银子吗？从没见过这么任性的东家，放着好生意不赚，偏偏每天都想着歇业。我知道你们想多赚银子，但赚银子这事儿急不得，何况天下那么多银子，咱们能赚得完吗？若真是一心只想赚银子，我从一开始就不会接手这个烂摊子。靠着穿越的优势，光是那酥肉的方子都能赚得盆满钵满。哎呀，我这身子还没缓过来。明日准营业，今日就当再给大家放个假。明日营业。昨日阿福跑遍了圣经，大夫们都说浅醉脸上的疤太深，顶多只能淡化，没法彻底消除。回头得让何源去梁王府问问，看许龙骚有没有认识的名医。公子，这是本店免费的小食，您尝尝。谢公子赏赐。这李贤倒会摆架子。你就是怡红院的老鸨10念，这张脸有些眼熟，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公子此言差了，如今这圣京城，谁不知道怡红院只卖艺不卖身？老鸨2字，我可担当不起。不用找了。公子赏你们的小费，还不快谢谢公子，然后赶紧带公子去2楼最好的雅间。念姐早说过，客人给的小费不用上缴，每人能分25两，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欢迎小姐。少爷，那10念也忒不给您面子了，您可是永安侯府的公子，他竟敢让您自己去雅间，还把您的银票给了2个看门的。不会说话就把嘴巴闭上。念姐，您这又是何必呢？那人可是永安侯府的公子，咱们得罪不起啊。要不，您去跟他道个歉。侯府嫡子又如何？他入了朝吗？手里有实权吗？不过是个靠着家世混日子的纨绔。离了永安侯府，他李贤什么都不是。这2日我早让人摸清了他的底细。生母早逝，永安侯续弦后又生了个嫡子李煜，他在侯府日子并不好过，这才巴巴的攀附太子，想借太子的事稳固地位。这样的人，我还真没放在眼里。可他毕竟是侯府公子，万一永安侯怪罪下来，有梁王护着，永安侯还不敢动怡红院。安心做事，别瞎琢磨。
欢迎各位观众来到怡红院，我是今夜的主持人婉清。这哪里是青楼姑娘，倒像个世家贵女。听说这儿现在只卖艺，看来是真的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玲珑，为我们带来今夜的第一个节目《千里之外》。去，把刚才那个主持的女人叫上来，陪本少爷喝杯酒。少爷，怡红院的规矩是不卖身，也不陪酒。规矩？本少爷的话就是规矩，让你去你就去，别废话。要是婉清真能来陪酒，主子吃肉，我说不定还能跟着喝口汤。这位客人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去把刚才那个叫婉晴的姑娘找来，我家少爷要她陪找。念姐果然没猜错，李贤今晚就是来挑事的。非常抱歉，客人，怡红院只做卖艺营生，不提供陪酒。若是你想干点别的，还请去别家。你不要不识好歹！你知道我家少爷是谁吗？永安侯府的嫡子，得罪了我们少爷，你们怡红院明日就得关门。非常抱歉，本店不提供此项服务。啊！疼！放手！快放手！客人您没事吧？是不是脚滑了？要不要请大夫来瞧瞧？刚才还冷冰冰的，怎么转眼就这么热心？这副笑眯眯的模样，让人瘆得慌。客人，您怎么这么不小心？没摔坏吧？都乱小的，还请客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小的这一回。这个月你的保底月银涨1两。谢念姐。李公子好大的脾气，撞了人连句道歉都没有。这就是永安侯府教下来的好儿子。明日早朝，本官倒要问问永安侯，究竟是怎么教儿子的。严强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，若被他在朝堂上参一本，别说攀附太子，我在侯府的日子都要更难过了。严大人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误会？踹碎人家的门，这也是误会。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好好的门怎么碎了？伤着人没？快，找块布给这位客官弹弹身上木屑。要是蹭破了衣裳，或是伤着皮肉，可如何合适好？去后厨端盆温水来，再看看有没有备用的干净帕子。不必了，石老板不必费心，在下无碍，就是衣裳沾了点灰。这位公子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怎么好端端的把雅间门踹碎了？这门虽是普通木料，可也是花钱做的。若是人人都这般，小店可经不起折腾。严强这老东西素来听曲儿，说不定常来怡红院。这位是圣经出了名的铁面御史，专挑权贵的错处，连亲王都敢弹劾，更别泼我一个侯府嫡子。严大人，是在下一时失手，冲撞了您，还望大人海涵。赔了银子，滚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走！老夫还有事，先回雅间了。这严枪看着冷硬，倒也不是不通情理。明日早朝，想必会给永安侯一个惊喜。念姐，你怎么就笃定严大人会从这儿经过啊？还有，你怎么知道严大人会帮咱们？多观察，少琢磨，你慢慢就懂了。念姐早算好了，之前听乔先生提过，严大人最爱听传统戏曲。昨日念姐特意让我给严大人送了张专属听曲券，
说今晚有林老指点姑娘们排的新戏，还能抽雅间专属座位。严大人果然来了，念姐又算着时间，在李贤肯定会闹脾气的时候，让我把严大人不小心引到那条走廊，刚好撞上李贤踹门。念姐这脑子真是比算盘还精，学着点吧，阿福经理。念姐说，咱们得学会未雨绸缪，不然以后遇这事儿只能单着急。明日早朝，倒是该去凑个热闹。皇上，御史中丞严交近日流连青楼，整日听曲作乐，失了官员体面，不配再任御史之职。若百官皆上行下道，我南齐风气何在？这李瑞倒是会先发制人。启禀皇上，永安侯所言不实。怡红院早已不是烟花之地，如今是盛章城人人皆知的风雅场所，只供赏词听曲，不卖身，不陪酒，街头巷尾的百姓都能作证，还望皇上明鉴。哦，青楼改作听曲之地，倒新鲜。臣倒想问问李侯爷，您是如何教导嫡子李贤的？昨日在怡红院，令郎当众踹碎雅间房门，木屑飞溅，伤及路人。若不是臣表明身份，令郎连一句道歉都不肯给。侯爷武将出身，虎父无犬子，令郎这般勇武，倒真随了您。你血口喷人！早朝乃商议国事之地，二位大人为这点私事争执，未免有失体统。臣一时失度，扰了朝堂秩序，还请皇上降罪。罢了，一点小事，起来吧。金銮殿刚修缮完，可不想再沾上血。王爷，陛下宣您御书房一见。臣弟参见皇兄。坐吧。你一向不问国事，今日怎么想起上朝了？那怡红院跟你有关。皇兄叫臣弟来，就是为了问这个。你这性子越长大越没正形。小时候还只知道跟在朕身后卖乖，现在倒学会装糊涂了。朕叫你来，是有别的事。糊涂东西！我派你去结识10年，本意是与他商议此曲商铺合作。你倒好，半点事都没办妥，还直接把人得罪死了。不过世间改了规矩的青楼，盛京大小风月场所几10家，少一个怡红院又能如何？那不卖身的规矩瞧着，就赚不了多少银子。实在不明白，为何那般看重那位乐馆主事？你先退下，今日此事，我不想再多言。殿下何必跟他置气？不过是间青楼罢了。若是殿下想要，臣妾让父亲寻些人，再开一家便是。妇人之见！你以为孤看中的是怡红院的银子？若只是图钱，我大可让青楼开满整个南齐。真正让我上心是怡红院传出来的那些词曲，一首《水调歌头》亦引得吴大学子追捧。昨夜探子回报，还有首《知否》意境不俗。长此以往，整个南曹的文人学子，怕是都会往那儿凑。我本想让李贤趁机拉拢10年，将这股势头收为己用。